中国味道匠心酿造，本节目由400年正宗中国味海天独家冠名播出。尝美味享优惠，封神餐厅订得到。本节目由让你顿顿都封神的美团团购联合赞助播出。小象超市30分钟快送超市，感谢节目官方食材供应商小象超市赞助播出。一饭封神尝百味，一杯宫酪品匠心。本节目由一口爱上中国味的宫酪酸奶赞助播出。好水煲好汤，好水煮好饭。本节目由每一滴都有源头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Como 管家厨神到家，本节目由一句话就能轻松做好菜的 Como 全屋智能赞助播出。一饭封神更懂美味，麦麸迪解码贴心更懂犬猫，本节目由麦麸迪指定赞助播出。卫龙高鲜牛肝菌魔芋爽，鲜香爽，本节目由卫龙魔芋爽赞助播出。中国味道匠心酿造，本节目由400年正宗中国味海天独家冠名播出。大小厨入局战现在开始。我今年的评判标准也比去年高了。你的结果是出局。天哪，全都没过。不管大厨还是小厨，大家都得拿自己手上的功夫说话。口感是超级好，很产自然的感觉。入局可不敢？入局。恭喜你入局了！耶！我个人觉得这一季应该是强者战。这个竞技就是会残酷的，我对我的菜是有绝对信心的。谁给他评啊 ？Vicky， 我的天！你好，你好。这一道菜是北海道的带子。我这一次比赛会做的这道菜，就是从我的私厨的菜单上面来的。豆腐乳去结合北海道的带子，做一个融合的搭配。豆腐乳虽然是素的，可是它经过发酵之后，它产生的那个鲜味其实是非常强烈的。然后把它做成一个酱汁，去腌制一部分带子，做成是塔塔的形式。另外一部分带子，搅拌机打成泥之后过筛，然后把它放到真空袋塑封，去低温制作成盖在塔塔上的皮。这道菜最大的难点是需要把带子做成一张皮，它不可以破，不可以过熟，也不能过多改变带子本身的鲜甜味。很漂亮啊，是冷的。冷的，对。可以勺子从下面一勺挖上来。其实我对味道是有信心的，对，包括摆盘出来的效果，我其实自己也是满意的。那个 scallop mousse right？ 对。其实很清爽的。我觉得会进哦，会入局哦。你想法很创新，因为你用了腐乳嘛。对。是不是腐乳？对。但是吃下去的口感应该是很滑的。你用这个吗？对。我不知道你的温度是我的温度是80度。我打的时候是冷的打的，对。然后我猜可能你 blend 的时候呢，可能的机器是发热了。搅拌机应该是冷冻，所有东西一定要很冷。你永远要留意搅拌机有没有发热。因为越热了，很难回去一个滑的口感的。但是如果你搅拌的时间不够，吃下去的感觉也是不对。所以搅拌就是搅到刚刚中间，但是还没发热，这样能搅拌得很 smooth。这是这个位置一定也找得到。But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你的结果是出局。好，谢谢老师。谢谢。路人乙出局。我有在问路人乙比得怎么样，
听说他有一个步骤是失误了，就很可惜。Hello， 那请介绍一下。这是一个红树林膏蟹烧宁德黄膏。这一道菜我们用3种不同的虾熬的虾高汤，还有猪骨跟鸡熬成的肉高汤，又加一点丝瓜，相当于3种不同的甜度。有海鲜类虾高汤的甜度，肉禽类高汤的甜度，还有蔬菜甜度，3个的鲜味是叠加的。然后这种鲜味的叠加上面呢，我们就把螃蟹跟我们的福建宁德的黄膏烩在一起，所以那个年糕最吸收了最鲜美的那个进去的状态。是一块年糕先，对，你可以用勺子。OK。对。哇！不要吃那么多，对，一点点。对，不然苦了。对。要吃一口螃蟹。陈明媚大厨，你的结果是入局。陈明媚入局。你现在已经是大厨了，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其实从整个摆盘以及这个方向，这些非常细心的点缀。谢谢 chef， 谢谢 chef。老师。阿妹大厨的菜，光是一打开，我就觉得非常有现代的简约的美感，然后非常鲜明的一个很鲜的鸡虾汤，然后它的这个小米的黄膏也是起到一个跟螃蟹的纤维感非常有反差的一个口感，我觉得完成度是很高的一道菜。陈明媚入局。我很高兴秦风老师能够再点评我。当年止步风味的5强，就觉得厨师这个职业是不是我应该要坚持下去的？然后他送给我一个礼物，给我写了一句英文 ，Keep cooking， 就是这一句话也让我坚持做厨师做了12年。他说：“你现在已经是大厨了。”我觉得我自己给自己交了一个我满意的答卷了。今年我看到2位女大厨，一个是陈明媚大厨，还有个就是张文文大厨。我还挺好奇那个文文，我相信大家肯定记得 Tiffany， 我觉得他们同样就是很厉害的人。然后张文文大厨这么年轻就能当上酒店的行政总厨，这个其实是很难的。其实我觉得文文是一个传奇来的，就是一个女生能够做到那么高端品牌酒店的这个总厨，她付出的努力肯定比我们还要多得多。河蚌，哟，这个是寻龙鱼肚。寻龙鱼肚。对，这寻龙鱼肚有啥讲究吗？我还没吃过寻龙鱼肚，这没吃，这是吃那个寻龙鱼筋是吧？对，就是吃这个东西。对，寻龙鱼肚。那我没用过。我也没用过。我也没有。寻龙鱼肚就是寻龙鱼的鱼标嘛，一般人就只知道寻龙鱼的鱼子就是用来做那个鱼子酱。那张文文这一次就选择用了鱼肚，我也好奇他会怎么样去用了。我今天做的这道菜不是我餐厅里的菜，我是单独研发了一道菜，因为餐厅的招牌菜其实都玩腻了。就自己会觉得没有什么意思。我这次做的菜是炸辣椒寻龙鱼肚，其实寻龙鱼肚很少被用作食材，我试了很多种方法去寻找它的口感，最后发现就是切薄片，快速的去烫一下，口感是脆的，味道是鲜甜的，跟炸辣椒它会很搭配，因为炸辣椒它是软的，
炸辣椒，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东西。这个说起来可能就会稍微长一点。就是古代人为了更好的保存食材，将谷物裹在食材上发酵啊，这个叫做炸。但是我们现在去苗族地区啊、瑶族地区啊，包括土家族、侗族，都还会沿用这种方法，就是用苞米颗粒裹在肉上发酵，就是冬天杀的猪到春天、夏天那个是味道是很美好的。就是有点中式熟成的感觉，对，所以他用这个炸辣椒还是挺期待的。我第一次接触炸辣椒这个食材，我觉得很有趣。别人听到这个名字，一般都以为是油炸的炸，但其实它读炸，第三声。它有发酵的酸，有碳水，有辣，大酸大辣，很丰富，很香菜，就是很有口味，侵略性。包括我也去湘西那里去跟一个阿姨去学了怎么去制作这个炸辣椒。我先选用了湖南本地的土鲫鱼，把它熬制成鱼汤。在出汤的时候，我加了一些紫苏，去它的土腥味，然后拿小火慢慢把它的那个炸辣椒煮软，把它的酸味提炼融进这个鱼汤里面。因为炸辣椒它是软的、酸的，然后寻龙鱼肚它是脆的、鲜甜的。所以我对这道菜还是有信心的。你这么淡定，是故意拖这么久的是吧？还是让我饿一点那个？饿一点，吃的什么都好吃，是吧？来点开胃的。来，你介绍一下呗。我今天做的是本地的一个发酵的食材炸辣椒，然后我搭配了一个紫苏的一个脆片。紫苏脆片我烤的也是紫苏的叶子的样子，它里边放了淀粉跟紫苏籽。烤完它很香，搭配炸辣椒糊会更丰富口感。直接拿一个勺，然后㧟一口，搭配一个紫苏脆片一起吃。对，我给您拿一个，有点烫哦。配这个？对，可以配这个一起吃。我当时就希望会是荣叔过来评我，因为如果这道菜经过了荣叔的肯定，那我就不再是只感动自己了，这道菜的意义已经达到了。炸辣椒这个调味料，其实我也是孤陋寡闻，然后就研究这个坛子辣椒。对，然后我这罐炸辣椒是去年9月份腌的，因为它是9月份以后的辣椒肉会厚一点。这就米粉来发酵的。对，米粉你也可以选，因为我去学习的时候，他们有用玉米粉，有用米粉，就每一家都不一样。每个阿姨都是专家，每个阿姨自己的烹饪手法也不一样。那你是湖南人？我是江苏人，这2年半我就是在钻研湘菜。就是我也是第一次见寻龙鱼肚有这种汤羹的形式出现，所以你这次的结果是入局。谢谢荣叔，谢谢，非常感谢。啊。我是要问问他那个是怎么做，因为他那个寻龙鱼肚，其实我也没有吃过。它的第一口的感觉就是紫苏味特别浓，第二个呢，炸辣椒这个酸辣味，再配上鱼汤，我觉得花了很多的心思。好，这个女主厨能够几年时间研究湘菜，能够到现在这个理解，我觉得她未来还是有无限的可能。Vicky 那里的2个大厨在香港，其实也是很厉害。啊，这个我完全不熟悉。那个外国人是芬兰人，另一个是香港的，他俩都是有非常强烈的个人风格的。啊，
张师傅他是创作能力很高的，他做的菜都是没有其他地方做的。我叫张家玉 Manis， 我是来自中国香港的。我的餐厅叫唐人馆，是做中餐的。对我自己来说，美食的话，它是一个能让人开心、舒服的事情嘛。所以在我的餐厅里面，哪怕是客人跟我说：“哎，我喜欢吃方便面，我煮给你吃没所谓，你开心就行了。” Is that miso? This one is the brown butter. Eric 是一个非常害羞跟低调的厨师，他一直保持那个好厨师应该有的好奇心。我比较讨厌那些哔哩吧啦的人，他也是讨厌那些，所以基本上我们两个一起都没话说，但是关系都不错。I'm chef owner of the restaurant Abo in Hong Kong. We are Nordic-based restaurant with lots of the inspiration, influence all around Asia. Actually, we received the first Michelin star only 8 months after opening. The second year already come the second star and has kept it for 7 years. What a nice surprise to see you here. Yeah, for me also quite surprised to be able to join that. And we've known each other. I've always wanted to ask you, why did you move to Hong Kong? My wife. Okay, she's Chinese. Yes. Wow, okay. Congratulations. Yeah, that's the simple, good reason there. I moved in Hong Kong like 11 years before. It's just like different world. So much the opportunities, all the food is paradise for the chef. I feel lucky with the Chinese ingredients because I'm from Finland. Maybe none of the locals see that as anything special, but then for me, it's something completely new. Today what I've prepared is my restaurant signature dish, pigeon. I brought the pigeon here because we can add some Chinese ingredients. Mao Tai is almost like the pigeon dish. You have so much different spiciness and many layers of the flavor. I think what elevates the taste of the pigeon what we do. Yunnan still have the good morel season and this can help to elevate the umami of Ulster. I had chance to taste the dish with the smoked pork at local market across Changsha. For me, the feeling was in Finland, but in spicy way. And then I used the smoked pork with some more chilies, reheat the morels to make it shiny. That gave me some smoked legs. For me, cooking is more about the feeling. We don't have the recipe for it. You need to smell the stock, touch the roasting meat with fingers, and adjust the sauce by taste. We have done something with the morel before, but today I think was actually even more elevated. 这个师傅也在往菜里倒茅台，在激发香气，让蟹的风味更好。我这次是用帝王蟹制作2个菜，参加这个比赛，你也不知道自己比赛能走到哪一步，所以我觉得第一轮就应该呈现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希望能中餐的元素比较多一点点。第一道菜，我要做蟹盖饭，因为我爱吃主食。帝王蟹把它蒸熟了，再把肉给拆出来，再跟米饭一起给炒香了。炒香以后啊，我加了一点点陈皮酱，里边有这个35年的老陈皮。但是老陈皮太多的话，它虽然很香，但多少一点的苦的味道，所以我再加了一点3到5年的果皮进去，就平衡一下。我还加了一点点的淡奶油，让米饭口感变成很软糯的感觉，就像我们中餐的包子焖饭吧。把米饭再扔在蟹盖里面，我们再加一点威化汁保温米饭，鸡蛋涂在上面，再放一些面包糠，然后油去炸。如果你威化汁包得不够好的话，油就跑进去，整个米饭就不能吃了。这个灵感出呢，是因为我很喜欢吃螃蟹，但是我不爱吃蟹盖，所以就想出这个男人都可以享受螃蟹的美食。另外一个菜，它就是撅撅的蟹腿。
这个菜很特殊的东西就是菜谱油。在我餐厅里面呢，这个菜谱年份比较小的，但是这期想很纯粹的把菜谱的香味给发挥出来，所以用了潮汕的25年的老菜谱，都是已经腌制到发黑的地步那一种，它的发烧味都很大的。这种菜谱可能10个里面有5个人不喜欢的就。但是你第一轮很大机会给人踢走，那倒不如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出来。你哪怕是给人踢走了，我要享受了也行。老师你好，你好，这是今天的菜，谢谢。这边这个饭呢，就是拿广东粤菜炸蟹盖的概念去做的。我自己习惯拿吃这个时候会加一点脆皮来吃。OK。哇，这香味是，里面是一个35年的老陈皮，做了陈皮酱去搭配它。然后底下呢，我用一些烤干的陈皮，用了一个备长炭，还有一些冷泡的陈皮水去制造一个陈皮的香味。接下来这个25年老菜谱啫蟹腿，那我都是蟹嘛？啊，对，旁边的不需要吗？其实也不需要，就是这辅料而已。这菜就是很浓的菜谱味道了。你要说是冒险，肯定有一点点的是。我刚就想，你菜谱呢会不会盖住本身蟹的鲜甜味呢 ？Hello, chef. Please tell me. What I've prepared today is pigeon. Of course, the breast as the main star of the dish. We marinate the pigeon breast and then we roast it, then torch it for a crispy golden crust. And then we finish with the Sichuan peppers, then prepare 4 sauces of distinct flavors. Really brings lots of flavor and the gaminess of the pigeon becomes really pleasant. Maybe I taste the pigeon first. Wow, perfectly cooked pigeon. Beautiful. Yeah. I think like any kind of the job, you never celebrate too early. That's unprofessional. Like today, I just cook with the feeling, no recipes. I use lots of the strong ingredients. The balance can be overwhelming. Morella, I recommend take some egg, so then it's quite like the strong flavors, so the egg gives some balance. I mean, everybody will know that this is a dish from Chef Eric. So,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The pigeon is cooked perfect. The skin is still crispy. It has that sweetness that it needs on top.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a little bit of buzz from the peppers. The morel, I don't think is too strong, but you're right. The quail egg is texture is a lot more sticky. Yeah. And all the condiments, scream so much, strike the balance. So, Wuchi. Thank you.
我刚就想，你菜谱呢会不会盖住本身蟹的鲜甜味了？但是没有啊，你做的速度刚刚好，是蟹的本身的甜味全都爆出来了。你结果是入局，谢谢，很好吃啊，谢谢。哇！它的折薄，一开始我发现有很多菜谱，它控制的特别好。第一口是很香，留着口腔也是一个鲜甜的蟹的味道。然后它那个饭就是硬水分的焖饭，因为它盖住的丹江面包行的一个 cover， 补了在很多本身炒饭的香气。那我吃下去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有很多不同的香料。有一点点的香水柠檬，然后里面还有很多蟹肉的香味，但是吃下去的感觉就是超级平衡。复杂的菜要做到平衡很难，还要做得好吃也是不容易，最后要做到有强烈的个人风格，更是看功力。现在入局的越来越多了。马上就要开鼎了，温牛盛好了。黑胡椒芥里面芝士味啊，这个其他的味道都够，但可能就胡椒味会不够一点。不够啊！我的结局是出局。不好意思，没有问题，谢谢。不速之客完成了。你食材的选择有一点点问题吧？你的结果是出局。这道菜是你自己创的？对，我觉得很好，家常不寻常，恭喜你入局。谢谢老师，真的吗？我好喜欢这个咖喱酱，整个技巧跟火候就非常好，入局，谢谢，加油！港厨潜力股入局。你选度刚刚好，那个磨豆的 puree 也是做的非常 smooth。你的结果是入局，谢谢，恭喜！朝阳门除草入局。避风塘是香港经常有的味道，但是你在这个意大利面里面表达出了你个人风格的一个味道。你结果是入局。后厨操盘手入局。很多时候，很多厨师做海鲜汤味道太重，你的 balance 真的做得很好，入局。谢谢老师。哇，这汤饭看起来真鲜呐！米和汤的融合非常的好。David 老师，你平时做菜的秘诀是什么呢？当然是好水啦，天然的水更能激发食材的本味。哦，我想起了你去年一直念叨的那句话了。好水煲好汤，好水煮好饭。推荐你用农夫山泉煮饭煲汤，真的不一样。时间还剩40分钟。麻烦了，没名额了。Vicky 只有一个名额呗 ，Vicky 队的人要有点紧张的。这2个人要抓点紧喽。做着，看来眼看时间快不够了，入席的名额没几个了嘛，就相当紧张了。其实挺想在那个位置的哦，还是会紧张一些的，因为在这个比赛里，你又要烧得好吃，又要烧得快，还是有一些难度的。但是我就是觉得，反正进去的人几个中间，肯定我会进去的。哇哦，这2个人来头都不小啊。对，他是现在为数不多0年后拿到米其林1星的一个主厨啊！对，说是国内目前最年轻的米其林主厨。00后啊，好厉害！他很厉害。大家好，我是00后新厨，出生于2000年。我获得这个米其林的荣誉之后，也会有一些质疑的声音，就觉得你这么年轻，你凭什么？那我这次当小厨的话，也是为了直面质疑。我认为我没有这个光环，也可以凭自己的实力走到最后。第一句拿手菜是一道以法餐为基底的创新菜，选用国内优质的食材，
包括好一点的青豆、金桔酱，以及福建的东山岛的鱿鱼去做一个搭配。它是偏时令、偏鲜、偏清爽的一个菜系。这是什么？这个是青豆泥，然后就是因为甜豆的本身的豆味可能没有那么足嘛，然后会加补点青豆，然后加点把豆味再抬起来一点点。颜色很漂亮。我很远的看到一个很漂亮的颜色，然后它的 texture 是很 smooth， 一看得到它对这个 puree 的要求很高很高，那我就已经留意它了。我觉得一道菜里每样东西味道的平衡是很关键的，豆的豆香味够了，所以我又打了洋葱泥来提升菜的甜度。你这个小天才好像是整啥呢？怎么一直在打汁儿啊？我也不想一直打汁儿，但是我的酱油比较多，因为每个东西可以增加一说口感。你像我后面又打了墨芋泥，是为了增加鲜味和口感；果酱是增加复合的酸，薄荷油能让菜的风味更突出，但是就非常耽误时间。因为只有一个破壁机，我每次打完一个泥之后还要再过筛，然后清理干净之后才能再打下一个，我要重复这些步骤5遍，就觉得着急又没办法，我也想着急啊，就没办法，当时就这样，完蛋了。那个好像说是意大利冠军嘛，它很优雅。你们和我这米德东3个人。就像我的名字意中人，我是一个在意大利出生长大的中国人，所以我结合了中国的饺子和意大利的威尼斯水城的元素来做今天的这道菜。我又用蛤蜊和刚才做的小汤做了一个汤底，这样能带来一些海的风味，然后又用蝶豆花水来增添一些色彩。这每位益州人弄的汤，蓝色的，看着还挺漂亮。做的这道菜叫我是大海 ，I am sea。饺子的部分呢，我用香菇、大虾、蛤蜊。小白菜烧了一个有一点点意式又有一点点中式的馅料，然后我用了黑白2种颜色的面来做饺子皮，想让饺子像小船一样漂浮在威尼斯的海上。呀 ，OK。他应该快弄好了吧？相当紧张了，场上都快没人了，只有1个名额，那先入席肯定有优势，所以我必须得赶紧出餐了。我觉得我可以成为30分之一。我觉得那个位置我一定要坐下。这道菜就是一艘中国小船漂在威尼斯海上的模样。这个呢，请评委就是喷一下上面，这个是雷蒙香水。你可以帮我喷吗？海上的风一样。OK。可以试了吗？嗯。You know, I didn't know what to expect when I came here and saw dumplings and then a blue sauce. 但是这个 sauce 有这个很鲜的蛤蜊的味道。I hope so. It's buonissimo. I hope so. buonissimo 就是意大利文好吃。是 buonissimo。是 buonissimo。
你行吗？希望是你说，你的结果是录取。谢谢呀！其实蓝色很可怕，因为不是大自然食物的颜色，有不想吃下去的恐惧感。但是他用那个蓝色很有海上面的那个意境，我觉得是很有趣。他们是刚好就需要那个了。评审 Vicky 席位10人已满，就看着每位意中人拿走最后一个名额，就心里拔凉的。Vicky 老师那个这一排人都不落的，我感觉替补的概率还挺难的。请慢用。是黑色的。对，因为我加了点墨鱼汁进去。他就自己在那默默吃，他也没有说好吃也不好吃，知道吗？完蛋了，我到底去还是不去啊？到底怎么样？恭喜你啊！谢谢谢谢。你这个是录取。谢谢维克老师。恭喜你。谢谢谢谢，维克老师。这道菜呢，所有的东西其实看下去的不是太多东西，就是很 simple， 但是吃下去应该有的东西全都有了，因为它这个 puree 吃下去的感觉就是很滑的。鱿鱼呢，就是刚刚熟的，它呢一般是透明的，吃下去的感觉真的是很嫩、很鲜，还有一点清爽的金桔的 puree， 最后有一点 spice， 很 balance。我觉得今天如果不给他一个入局呢，可能我心里面也不舒服啊。评审 Vicky 选择被替换的选手是，要替一个出来的。天哪，该他们紧张了。天哪，他有决定了。说不紧张肯定是假的，虽然对自己有信心，但是就是怕被替换下来的会是自己啊，因为确实大家都很厉害。当时要进行选手替换的时候，我跟 Vicky 对视了一眼，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在看谁，心里还是挺没底的。因为我刚刚坐下，我100%也是没有，但是90%我觉得这不可能的吧。比赛规矩就是这样，只有可能入局4个厨师。当时我做了这个选择，其实我应该要对每一个厨师有负责嘛。那我的选择呢，其实就是按照我专业的标准，这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评审 Vicky 选择被替换的选手是，我要替换的人是。美味意中人。评审 Vicky 选择被替换的选手是美味意中人。哦，刚上，这个太难受了，这就一瞬间。是啊，这太难受了。Congratulations！ 不好意思，很惭愧，很惭愧。没关系。还是挺失落的，毕竟才刚刚上来，但是没关系，我觉得这也算是我厨艺的一次经历吧。他们2个人都很高水准的能力，但是这个00后生厨，真的给我一个更大的 surprise。美味意中人呢，不是他不优秀，他能够入局，其实已经很好了我希望他，将来一定有加油。荣叔入局席位9位，这是荣叔的第10个名额，过个就没名额了，就要替人了。我看剩1个座位，赶紧抢吧！我当时着急的目的是赶紧座位占上，如果坐满了，
你再替换别人，这不得罪人吗？大家好，我是从小在海边长大的大连王，我说错了，大连海王。我在大连这片海深耕了47年。那个据说是海肠捞饭的创始人。我一手创建了大连老牌的海鲜餐厅，在我们这个辽宁地区是非常有名气的厨师，真是响当当 No.1 了。我看了永远8万人都是获得米其林黑珍珠的，这厨师才有资格进大厨。那我这企业，我整个东北，是不是米其林没开通？如果开通的话，我也是大厨啊，我怎么能当小厨呢？因为我现在差在哪呢？你没有名分，你知不知道？这个电饭煲呢，我在家试了5、6遍了。我觉得我的程序记得很清楚，先按哪个键，选择哪个，到整个的，我觉得不对，怎么没加温？多少有点着急，头还有点出汗。亏着我多按了2下，没想到，哎呀，它显示了，我当时感觉就是喜悦。因为我不用看，我不用尝，我就能觉得它的火候是最佳的，所以说我就很有自信了。我今天带来的这道大连海肠捞饭，选了大连的深水厚皮海肠，不能用淡水洗，用海水洗呢，保持海肠的原有的大海的味道。我们用黑毛猪的五花肉炒香，产生美拉德反应。加入用粤菜的煎汤，这个汤是自带鲜味和香味。那么我们这个米饭呢，用的五常大米，再浇上海棠这个汁水，叫鲜上加鲜。刘叔啊，咱俩互动一下啊！你我的海肠粉，你亲自撒，我撒是吧？哎，天然的味素，多少？差不多了吧？可以。北派海肠捞饭是我们滨海楼的镇店这个饭，并且今天很荣幸的荣叔吃的的是295660份，请品尝。这样是吧？哎。你们猜会过吗？我猜是。我猜够呛。龙叔对海肠拉饭太熟悉、太了解了，他熟悉领域必须要做点创新。这个饭里面加了什么？加的天然水，加的炼乳、猪大油和葱油。为什么要加炼乳啊？它能有点奶香味儿。要是我今天吃的最好的一锅米饭，恭喜你入局了，谢谢，入局了，大连海王入局了。哎呦，龙叔的第10个，大连海王入局。这个海肠的鲜和脆，还有它做的这个红烧的汤汁，再拌下面的一口米饭，就是海鲜和碳水的满足，是我应该吃过最好的一个海肠捞饭。北派海肠捞饭，我做最棒。荣叔10个席位已满。哇，这上面的人紧张了，马上就要替人了，太刺激了。龙叔还有很多人没有评审，我们上面的人都已经坐不住了，因为替换是每个人都有可能嘛。我现在有点紧张了。你现在有点紧张，我一早就紧张了。哇，太紧张了，好不好？因为你也不知道上面的选手表现怎么样，不到最后，你也不知道谁会留下来。
王刚老师在做那个剑手青，刚刚出来的第一茬。老师哇，龙叔好。有剑手青。对啊，这个有毒的吧？我会好好处理的，龙叔您放心。哦，没事，我试菜你别把我给害了。不会不会不会。剑手青的整个全名叫红牛杆菌，它是红色的，手碰到的时候它就会发青变色，所以叫剑手青。剑手青呢有它的两面，一个是有毒性，但一个非常的鲜美，但是要有一个高温的处理。王刚老师是云南菜的代表之一啊，非常值得尊重的一个前辈。王刚老师他在云南昆明的时候，我去跟他学习过，找他这个菌应该怎么去弄，他对云南菜理解还是蛮深的。王刚王总边菜的第3代传承人，所以在我们家的影响下呢，我也从事了这个行业。在驻奥地利大使馆待过，在钓鱼台国宾馆还做过一段时间，接待了很多政要。王刚做那种国宴，真想尝一下国宴的饭到底是放什么调料那种。其实很多年都没有参加过类似这种比赛了，基本上都是我在评审别人了。哎呦呵，这敢这样传剑手青啊！这，他已经有抗体了。对。那么多年付出第一次比赛，其实我是陪儿子来的。年轻的时候，这父亲的头发也这么茂密吗？尽量计划好时间，啊，来不及的，权衡一下轻重，来得及，保证主菜完成。我叫滇小王，我的餐厅呢现在在杭州，叫红林871，主攻的呢其实是云南菜。我可以说自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成长的，甚至因为父亲和爷爷这么大的影响力的这个情况下，他们天然的给我了一层这个保护壳。他的起点就肯定比他同时进入到烹饪学校的那些孩子可能会高一点。我在昆明酒店的时候，他在我那边做了3年多。这个也是我这个做父亲的，帮他近水楼台先得月了吧。他们把我保护得太好了，所以我希望通过这次节目呢，看一看自己真正的实力到底是怎么样。这你爸？对，是啊，对，跟你爸学的还是怎么样？跟我爸学过，后来自己学是吧？对，后来自己学，做过法餐，现在在杭州。在杭州是吧？对。自己开店啊？我跟你说这话，我都炒糊了。没事，没有，慢慢来，慢慢来。第一次参加比赛是吧？对。啊？对。慢慢来。好。等一下我先给你分高一点，给你爸分少一点。啊？谢谢叔叔。我的父亲就是大厨嘛，我一点不担心，我知道无论他做什么菜都是没有问题。你把儿子带出来是什么意思？让他历练还是？对的。那以后就看他了。对对对，他自己这次设计的菜品，从来他也没做过，给我尝过。到现在没给你尝过？没给我尝过，我见都没见过。是吧？好啊。他其实就算给我意见了，我也不会听他的。如果我要超越他，我必须要自己去独立的去完成一道菜。我需要知道我们之间明确的差距到底是多少。你好，老王刚师傅教菜了。王老师好，又见面了。老师好。哇，我说那边的厨师们真的坐不稳了。刘叔，哎，你掀盖子。这道菜的名字呢叫剑手青焖海参，我就是把云南的山珍和海味充分的做了一个融合。剑手青大家都切得很薄，怕炒不熟，吃完了以后会中毒。但是一旦切薄了以后呢，就失去了它真正那种口感。所以我是厚切，一块厚厚的剑手青，高温爆炒之后要8分钟以上，毒性就基本去掉。如果再放在高汤里面煨个5分钟，这个口感可能是最佳的时候。做出来以后，它的滑嫩的口感不输于鹅肝。那我现在开吃了。好的，好的，荣叔，就这样直接吃。好的，荣叔啊，
没有什么交代了吧？就真吃了啊？没事，没事。我切的比较厚，一个菌只起了2块到3块。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这一锅，我们黄玉生可以不吃的，吃牛肝菌就可以了。是的，都说。我就等一下那个老爸出局，儿子晋级吧。黄师傅，我的名额呢已经满了。榕树现在还没有哪一个选手是要期待上面已经坐满的选手，所以心里有那么3分忐忑吧，但是7分是对自己的自信。替代榕树现在的选手，我觉得是可以的。黄师傅，我的名额呢已经满了。我觉得吃到你这个菜，我还是一定要把你来，所以我给的结果是你入局。谢谢榕树，谢谢。哇，这个师傅对菌菇的理解很深，见手青一定要厚切，薄切的口感就没有了，做得太好了。儿子，我插一下啊，这个干啊，那个。哎，你看他尝他儿子的汤，太温馨了。good。现在我们要等待榕树决定替换的人选。哇，榕树马上就要决定了，当场就要决定了。哇，这太残酷了！上面那几个，你说他们有没有那种可能是大厨换大厨，小厨换小厨？我天哪！今年玩的这个太刺激了。哇，要在我们这去掉一个。云南人替换云南人了。评审榕树选择被替换的选手是我替换那个闪闪惹人爱。闪闪惹人爱。走了，好，走了。这个太残酷了，当场就要下来。走，恭喜！好，谢谢，走了，谢谢。拜拜。其实我入选的选手，我觉得都是挺优秀的，2个都是传统菜。闪闪有人爱做的烩粉条，完全是站在陕西的角度去看这个。见手青焖黄玉生是云南菜和粤菜的一个结合，从这个菜里面可以看到背后的功力不一样。你儿子在这比赛啊？哪一个？我旁边这个。啊，这回挺帅，我看你在解盲回来。王师傅现在可能比自己比赛的时候都要紧张。我跟儿子一起来，我是想让他做到心里不慌。大哥摆盘了我，他确实不慌，反而是我最后上去的时候，我看着儿子，我开始有点心慌了，我怕他超时。好，介绍一下。这道菜呢，我命名为鱼生有礼。我这次把我和太太的爱情的故事做成一个食物的情书，送给我的太太。我把黄鱼拆解做成1鱼3吃。我想表达是粤菜，它馅料广博，技法多样。这个叫鱼里邂逅之称心如意。然后这个呢就是红胡椒柔仁蒸肚脐腩。这个鱼块呢，酥炸鱼块佐鱼子酱。然后呢，你先试一下这个，那个。先吃这个啊，鱼里邂逅的称心如意。那个呢，就是我用这个黄鱼、菜肉，还有那个顺德的大头菜，
做馅晾入辽参，用鱼汤去煨，然后呢用蟹粉煨扣，也是借这道菜呢，祝大家生活称心如意。这大哥太能说了，厉害，能讲。要不我就继续介绍吧。这个呢就肚脐腩，我就根据就是往往简单、最朴素的方法去烹调，可以把这个黄鱼最本真、最健康、原汁原味的鲜嫩。我觉得应该介绍一个吃一个，边介绍边吃。其实呢，我也是想介绍这菜呢，就是表达了我对爱情的一个看法。往往平凡中有鲜有美。大哥别讲了，再讲他们菜都烧糊了。余生有你，幸福足矣。还没开吃的时候，讲了半小时，菜都凉了。你让我吃吧，你告诉我从哪里吃，慢慢说吧。慢慢说，爱情故事还得说1个小时。先吃鱼里邂逅之称心如意。哎，对，它里面呢就是有那个王鱼的鱼肉做了一个鱼胶，搭配了就是顺德的一个比较乡土的食材大头菜，然后呢还有这个烟仔蟹，这个特别嫩特别滑。这个你试一下。其实这个菜呢，是我曾经呢在广州招呼新加坡总理的同款，结果他特别喜欢你那个鱼肉啊，很嫩、很鲜、很滑，酥炸愉快。因为我想到就是要表达一个感情，就是有时候炸起来就是炸的意思嘛，一炸出来的时候很香、很酥、很脆，是不是这个口感？我觉得这条黄鱼演绎的特别好，你的结局是陆军，谢谢。然后其实我的名额已经满了，但我还是觉得你的才华应该录取。其实第一口下去的时候还是有功力的。我觉得杂物里面它的脆度啊，包括蒸的火候，这个都控得很好，一看就是一个粤菜里面的高手，所以我也没犹豫让它录取。大黄鱼品质好的关键是要呈现整齐的蒜瓣状，肉质细嫩糯滑，自带清雅鲜甜气息。只有这样的品质的黄鱼，才能最大程度的去释放嫩度，激发它的浓鲜。粤菜引擎入局，榕叔的那个黄鱼那个入局了，又要踢掉一个人。好，谢谢。哇，如果有一个小厨可以替换一个大厨，那就厉害了。榕叔选择替换的选手是。好，我替换那个。山野小背篓吧。山野小背篓。得了。小背篓做的这个菜很野，很自然，最起码我自己觉得是优秀的。他也没学过厨师，都是自己到处为师，自己去琢磨。他的见识，毕竟跟其他的厨师还是差很多，这是可能我心里担忧的。走了，谢谢。能获得榕叔认可我做的这道黄鱼，非常的荣幸，太激动了。而榕叔他本人对黄鱼本身的肉质口感要求特别高。做这道菜之前呢，我确实研究过，野生黄鱼肉质好，但是价格不够亲民，很难到日常餐桌上。俊海用固定网箱养的黄鱼便宜，但是它的肉质松散，很容易有土腥味。而现在呢，有一种创新的养殖技术，能让大家以养殖的价格吃到野生的味道。小巷超市的千里回游大黄鱼，一年要游1000海里，我都叫它马拉松鱼。而且从捕捞开始，最快48小时就能在小巷超市买到，它的新鲜度就很好。我们这儿太刺激了，我们还有2个哇，几个？好，你介绍。你好，这道菜呢是云南果酸东星斑配炭烤海菜和蘑菇。我希望把云南的食材和法餐的技法融合在一起，做一些有创新、有突破的云南菜。这是云南的米线，腾冲的饵块，只是我给它切成了切细了。对，以后我好在这接我儿子。跳下去接。
抱上来吧，他待会儿。我们两个从小感情就很好，我从小到大没打过他，没打过他。这个孩子真的很棒，我希望他能够多入围几级。那我这样淋上去。好，然后搭配着一个炭烤的大理海菜。他那个汁调的挺好的，刚才我上来的时候我尝了一口，这个应该配鱼是非常好的。我都有点紧张。我紧张，我太紧张了。杨叔，你把我换了吧，让他来。今年几岁了？今年98年，28。好，你的结局是出局。我希望下次跟你爸学的时候能够再提升。好的，好。如果他跟他爸商量的时候，他爸肯定不会让他出这道菜。普通的不能再普通。滇小王出局。其实最好的东西，可能就是在你身边最亲近的人，只是你平时你看不到，你不以为。别哭，别哭。喂，王刚老师，你儿子这一点都不遗憾。啊？他眼睛都红了。哎，哪个是你儿子啊？小伙子帅。叫什么名？滇小王。最后他离开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我的眼泪。其实那个时候我真的，我就觉得那么好的孩子应该有一个很好的这种展示的机会，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应该可以替换他就好了。给你捶捶。我感觉你要哭了。其实有些时候，我觉得他看我的时候是有滤镜的，因为我们的关系在这里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来参加节目的意义，因为我就不想因为这个滤镜，然后让我盲目的自大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蛮好的，其实，因为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王叔好，先喝杯茶清清口，虽然有点凉。这个叫做千秋带一壶茶哈，先把茶喝了再做菜。一开始我觉得我时间是很充足的，所以呢我就一点都不慌。时间还剩30分钟。一碗清粥，你得快点啊！你先浇了会有优势。我那时候菜品已经是制作完成了，但是我没按铃，是因为我回头看了一下荣叔在试吃选手的那个菜品，所以呢，我就想等评委试完菜之后我再按铃。我就先把菜放冰箱里了，因为我的这道菜还是得保持一个低温的一个状态，才是一个最好的口感。滇小王按铃，滇小王按铃，滇小王按铃。但是这个时间其实已经有选手抢先按铃了。好，你介绍。你好，这道菜呢是云南果干。我这是最后一个按铃，那我这个就又等很长的时间，这可能会导致我后面的菜品不能达到一个完美的一个状态。
我看着碟子的温度已经回到常温的时候，我已经开始越来越慌乱了。这个是临时的一个状况，就完全打乱了我一个计划。龙叔好，先喝杯茶，清清口，虽然有点凉。最后一个了吧，龙叔最后一个了吧？我都出汗了吧？最后只剩下一个那个一碗清粥了，那是最紧张的时刻。当然，因为坐在上面的人都希望说不要再有入籍人上来了嘛，大家就那个不用再配替换嘛。刚才我看你用虾是泡在生腌汁里面泡过了，对，然后就是把料去掉。对，因为我餐厅有一个状况，就是我的客人很喜欢吃生腌，但是他现在不喜欢吃那种香菜、蒜啊这些佐料。然后呢，我就想着把它过滤了之后呢，再来泡这个虾，使这个虾还是有传统的生腌的一个底味。然后我结合了成都的一个非遗皮蛋，蛋黄部分用一点生腌汁去佐味，酿在我腌好的这个虾上面。然后上面我用自己泡的一个辣椒醋做了一个醋冻和蛋清，点缀在上面。现在是完全看不出来，所以你只有吃的时候才能感觉得到。吃的时候注意是一口吃，口感是最好的。虾肉你这么软糯是敲过它？我没有，我在虾的背上划了3刀，对，所以它的口感不会太紧实。啊，谢谢，谢谢。荣叔吃了我的菜的时候很严肃，他也没有什么表情，就一直很犹豫。这个时候我内心就开始很忐忑了，因为我觉得这个菜他已经错过了他最完美的那个时机了。早教嘛，对，哎，这个有比赛策略的，这确实很吃亏，明明是可以早教的菜。我还真的做菜这么久，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手都已经有点抖的这种。荣叔在那里考虑了半天，看到他纠结的时候，我觉得又不稳了，他这把刀又要拿出来了。好，一碗清粥，你的结局是入局了，入局了，恭喜！谢谢王叔，谢谢王叔，谢谢。喝着茶过关了。对啊，就默默的喝点门茶就过了，还挺厉害。一碗清粥，入局。哦，加油！他做一个生腌的虾嘛，这个其实不是很难，但是他创意是什么呢？把皮蛋里面呢就分成2层。溏心皮蛋再加皮蛋的皮，然后在2个皮蛋之间用醋再滋了一下，变成了很立体的口感。但我没吃过这个生腌虾的呈现方式，听都没听过。又得砍掉一个人了。荣叔，请选择您要替换的选手。又一次那个残酷的时间，我就在想说要做好准备吧。能让荣叔这么的难决定的一个小厨，肯定对他特别有认可的。说实话，我是紧张的，我现在三面人都紧张。我想要替换的选手是吉吉厨皇，吉吉厨王。啊，他被替换走了。哇，真的是从头从1、2、3来啊！加油！对不起兄弟，哇，对不起，我运气比你好。加油！吉吉厨王这道葱烧海参做成一个水墨画，我觉得很好。但在想象之中，
但是这个一碗清粥，它这个创意最起码在我的想象之外，所以这是两个区别。哇！等这么久，纠结呀！时间还剩10分钟，这还有好多没交卷的，我也很意外。这后面的得多乱呀！结果都是快的要时间。哇，这些没按铃的人，他如果真的时间没有进去，有点可惜了。I wasn't scared. Was not gonna finish in 2 hours. That was the biggest concern. 时间开始倒数计时的时候，大厨、小厨们都在上面盯着我看的时候，这种压力上升的非常快，我感觉我的手都是在抖的。其实很多选手他们都以为就是做120分钟就把时间用得越满越好，但其实越到后面没有时间的时候，你的心态肯定会有波动，这样越容易犯错。光头酱这边刮到，能不能叫他弄个 OK 泵？有一些人他来到这个舞台会有一些紧张感，也会影响到他们的一个发挥。时间还剩5分钟，快没时间了，紧张。时间都来不及了。我看着他，我都有点担心了。再检查一下，完成了吗？感觉他快交卷了，快点！你看等一下，他们都基本上都差不多时间完成。倒计时10秒钟。反正先把自己做好就对了，然后剩下的就让评审老师来决定。Lawrence finish。我的天哪，这个太残酷了。等待过程中，我心跳超快的，3个人一个位置，我觉得压力非常大。午夜实验家你好，老师好，请介绍一下你的菜。这个是来自台湾的卤肉饭。那这一次的卤肉饭，我是用煲仔的方式去呈现。OK。哦，这次在猪肉的选材上，我混合使用了长白山黑猪和西藏香猪这2种猪肉，这样猪肉的香气会更加浓郁。我们做卤肉的时候，会先用肥肉来煸油，它的油脂感就会很强。那就把我这次带来的台湾特殊的植物马告和刺葱加进去，这样会中和掉猪肉带来的油腻感。最后再加入自己熬制的老卤。卤肉饭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思念。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比起日出，我更喜欢日落，因为日落的那种感觉是告诉你该回家了。我也想传达这个东西给大家。哎，我特别希望什么卤肉饭呀、红烧牛肉面能进一个，太难了，从来没进过。就做这种的没进过一个。是啊。我在很专注在看他的表情，他微笑，然后点头，然后我在想，我心里很紧张，是点头是什么意思？你倒是说句话呀。午夜实验家，你的结果是录取。Yes！ 加油！午夜实验家应该是我吃过最丰富、最好吃的卤肉饭。它其实加了一些小创新，但是没有去打破卤肉饭该有的这种满足感，而且这个火候啊，这个温度啊，这个颗粒感，所有的一切，我觉得它花了很多很细腻的功夫。刺激了，那边也开始刺激了。主要这底下还俩哥们儿的菜没吃呢。危险喽！原来坐在上面也是这么紧张啊！对啊，真紧张。直播间面达人你好。你好，聪哥你好。你介绍一下。好的，今天给您做的这款面呢，叫所有女生的红烧牛肉面。做了2种面型，一个是手擀面，
面要3柔3醒，然后擀制薄厚是一致的。这样的话呢，在吃面的时候，它的吸汁、它的耐泡是接近于我追求的那个完美的状态。第二个龙须拉面，我在一锅酥10扣的基础上拉到了11扣，用170度的油温3沁3炸，它是有酥脆的口感。我做了300多次的实验，这也是我最有信心的一个面。为什么这么喜欢做面？因为我爱吃。这个吃完之后呢，您可以吃一下泡椒芥蓝，野山椒的泡出来的，自创的。然后最后呢，吃完之后，您可以加一下，它有甜味，又有咸味，而且又有种酥的脆感。首先，我觉得非常感动，就是看到一个年轻人这么专注的去钻研我们的一个美食，2种面都非常有你自己的个性。危险喽！哎呦，太刺激了！真紧张，都快坐不住了。紧张来自于不可控。直播间面达人，你的结果是？阿拉比伦你好，毕伟好，请介绍一下。我来自秘鲁，随后我来中国12年的时间。我属于云南，还有宁夏，有广东，成都，每个地方的口味也不一样的，所以应该慢慢学习。那个 combination 是好的，我应该需要用中国的菜。我的 style 是中国跟秘鲁混合的。我的第一个菜是南美到宁夏鸭肉饭。我就是属宁夏，他们有很多香菜、很多辣椒、洋葱，这个口味差不多跟秘鲁鸭肉饭一样的。这个哥们儿就是阿拉庇湖人啊，他是说是从庇湖到宁夏，完全想不出来会啥味儿。秘鲁菜这些年很红，有一个榜单叫 Best 50，去年的第1名、第4名和第9名都是秘鲁的。我当时就有一种感觉是，其实，在上面压力也不输在下面。因为在烹饪的时候呢，是我们的战场，但是坐到2楼的时候，我们只能干瞪着，会不会凳子都没坐热就要被替换下来了？我最喜欢的就是看到，大厨们去把自己的风格放在盘子上，而这个就很像。不是吧？天哪！直播间面达人，你的结果是？出局，不好意思，谢谢，加油加油。好的，谢谢。好紧张啊，不到最后一刻不放松。你的结果是？紧张啊。比赛的时候没出汗，现在出汗。你的结果是出局。如果有这么多的世界各地的元素的时候，它会很容易融合不了。没了吧？全部人没了吧？恭喜各位到场！有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手。搞定了！好吓人啊！好吓人！好吓人！大小厨入局战的比拼已经全部结束，恭喜你们！接下来将宣布本局比赛的隐藏入局规则。隐藏？在整个比赛过程中，2楼观战的嘉宾们试吃了每一位坐上了入局席位选手的菜品。经过他们的讨论和建议，我们决定追加2位入局者。他们会回来。有请被替换下来的4位选手入场。加油！雷大都得回来。
山野小背篓，闪闪惹人爱，集集厨王，美味意中人。经过我们5位的反复讨论，重新复盘了各位双手创造的美味，我们集体决定复活的第1位选手是山野小背篓。加油！哇，它这里头很清香。哇，这个好好喝，好吃。就像另外一个世界的食材。山野小背篓，它的菜很容易做成是一个堆砌，但是它不是简单的做加法。它的汤让在座的3个真正的厨师都说，这个味道没有尝过，那这就是属于他的东西嘛。我是特别兴奋，特别高兴啦。作为厨师的精神来说，我也可以再冲一次。第2位复活的选手是。在看到山野小背篓被第1个复活的时候，你站到台子的中央，呼吸都感觉很紧张。我想过那个复活的机会可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最后一个被替换掉的。如果你选2个人，当中我肯定是，因为我觉得我的招牌菜是特别的。闪闪惹人爱。加油！尝尝这个骨髓太残忍了，好吃。有我妈妈的那种味道，山东的炖的粉条。其实我们看到这个菜，也许觉得它可能稍微偏家常一点，没有任何的装饰，所有的东西都特别朴素，但是味道特别美好。也谢谢集集厨王美味意中人，请离开现场。好，拜拜。再次恭喜本轮最终入局的32位厨师。恭喜我们！有请小厨入场。哇，来了！哇，在那儿等着我们了。哇，你们都上去了。他们不会要挑我们挑战吗？接下来，我们即将开启新一轮的比拼。哇，这什么呀？这什么东西？哇！准备让我们放倒了吗？我觉得以后应该没机会见到你们了。还有谁？来呀，你过来呀！限定的食材、限定的辅料和限定的设备，我觉得挺有意思。可以拼了，信心肯定有的，因为本身在生活中我就是大厨。哦，他们3个都一样食材的。来过？没有，我看榕树饿了。这道菜像个国宴菜，18个挑不出一道菜不好吃的，很难选的。注意是，如果淘汰，则2人同时淘汰。一帆风神可不只是有一门手艺，现在我要做的另一道必吃的一碗饭——活海胆饭，这也是我们店的招牌菜。我的店累计8年上榜必吃榜，想做出这种一口惊艳的饭，第一，饭必须香，
五常米用纯净水蒸透，加自制的海胆粉。第二，料汁儿必须有2道浑，2次加入，1次打底，1次提浑。第三，食材鲜厚，整整的6只大连黄金胆，饭香，灵魂料汁儿点缀，这一口才记得住。我的店在大众点评必吃榜上榜8年，让人记得住，不是因为做法复杂，是因为它真的好吃。无论是大连还是到哪，找好吃的上必吃榜，没错。每周3、周4来腾讯视频看《一饭封神》第2季，12点 SVIP 更新 ，VIP 次日12点抢先看1周。每周5、12点 SVIP 惊喜加更，看更多正片未播精彩内容。每周6、12点 SVIP 更新会员专享衍生一饭小馆，畅聊正片幕后。每周日精彩衍生一饭家常菜，看大厨教你做家常菜，更有各种精彩花絮不定期放送，不定期惊喜直播等你解锁。中国味道匠心酿造，本节目由400年正宗中国味海天独家冠名播出。尝美味享优惠，封神餐厅订得到。本节目由让你顿顿都封神的美团团购联合赞助播出。小象超市30分钟快送超市，感谢节目官方食材供应商小象超市赞助播出。一饭封神尝百味，一杯宫酪品匠心。本节目由一口爱上中国味的宫酪酸奶赞助播出。好水煲好汤，好水煮好饭。本节目由每一滴都有源头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Como 管家厨神到家。本节目由一句话就能轻松做好菜的 Como 全屋智能赞助播出。一饭封神更懂美味，麦麸迪解码天性更懂犬猫。本节目由麦麸迪指定赞助播出。卫龙高鲜牛肝菌魔芋爽，鲜香爽。本节目由卫龙魔芋爽赞助播出。来一瓶万益蓝小蓝瓶益生菌，吃喝封神好搭子。本节目由万益蓝 Wonder Lab 指定赞助播出。一饭封神正版授权小游戏，加入一饭封神小厨神，秀人间烟火气。上微博进入一饭封神话题页，为你喜爱的厨师打 call。上微博参与一饭封神话题讨论，获取更多独家精彩花絮。上微博参与一饭封神2二创大赛话题讨论，赢取更多精彩福利。上微博参与一饭封神2观后感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关注新浪娱乐，精彩内容早知道。下载网易小蜜蜂，看更多年轻人的朋友圈。超1000万留学生都用有道词典 AI 同传。上知乎参与一饭封神2问题讨论，参与知乎剧综圈子活动，解锁惊喜好礼。上百度 APP 搜索百度娱乐 get 更多娱乐精彩独家内容。上百度搜索一饭封神第2季，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一饭封神，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看新闻用 Zaker， 关注最新节目资讯。中华万年历 APP 陪伴成长，记住一生乐趣。西窗竹 APP 品味中国诗词之美。上微博参与一饭封神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